这绝对是人生中必看的动作电影，它让我刷新了对现代战争的认知。从2018年上映至今，评分一直高达9.4分，无数影迷称它为军事剧天花板。喜欢的小伙伴一定不能错过。故事开始在我国南海海域。一艘神秘货轮发射一颗未登记的卫星，米国 CIA 情报部长立刻收到消息，隐藏在俄国的眼线查到，这艘货轮属于俄国一个军火商。多年前，他还用这艘货轮向叙利亚的恐怖组织运送过武器。老黑怀疑这次也是军火交易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那艘货轮上的集装箱此时被藏在委内瑞拉的深山中，周围还有重兵把守，从那里发射导弹能直接攻击美国本土。老黑立刻启程回国，却在半路上被俄国特工堵住，没等对方动手，他就直接倒在地上，被扔在医院门口，侥幸捡回一条命。调查油轮的任务就落到杰克身上，他跟随参议员老白前往委内瑞拉调查此事。身体好转的老黑也及时赶到，三人在露天酒吧酗酒，根本不知道油轮的背后藏着多大阴谋。第二天，参议员带着美国大使出发去当地政府商谈此事，可车队刚刚走出几百米，带头的警车就离开大路钻进巷子。杰克刚想出声提醒，路边突然冲出一辆白车，拦住了几人去路。司机愤怒鸣笛，换来的却是一梭子弹。不等安保人员反应，几人已经被恐怖分子前后夹击，而这只是暗杀行动的开始。恐怖分子提前买好的炸弹开始倒数，恐怖的爆炸让车辆接连爆发。负责几人安全的特工大部分殉职，幸好杰克只是被冲击波震晕。几分钟后，他醒了过来，看着窗外一片狼藉，他赶紧叫醒身边的参议员。大使的手被玻璃刺伤，需要尽快就诊。幸存的安保人员想帮助几人脱困，他刚把司机抬下座位，就被一颗子弹当场带走。看来危险还没有结束，狙击手正在暗处死死盯着他们，再不撤离就只能等死。于是杰克冒险关上车门，打算带着上司离开这里。杰克一脚油门冲出巷子，狙击手并不想这样放过他，拿起枪准备换个射击位置，汽车突然失去控制，撞上对面的皮卡，眼看车子彻底熄火，杰克只能拼命打开车门，将上司顺利救出来后，把他安置在隐蔽角落。老白跟随两人下车，可他行动速度太慢，被狙击手一枪放倒。杰克想冲出来救他，却被老白阻止，最终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自己眼前。老白对杰克来说如同父亲一般，杰克崩溃地蹲在地上。就在狙击手要解决两人时，委内瑞拉警方终于赶到，他只能收起武器藏在烟囱里，重新隐匿在街区中。杰克和大使终于获救，他不得不忍痛将老白的死讯告诉师娘。为了保证杰克安全，老黑为他安排了明早的航班。美国大使馆也抓到负责今天安保的那人，他是委内瑞拉总统派来的安保队长，只负责把车队引到指定地点。他和狙击手仅仅见过一面，目睹恩师惨死的杰克此时复仇心切，他让安保队长口述狙击手的样子，大概是个金发削瘦的欧洲男人。杰克愤怒地质问男人，这一切的幕后指挥是不是委内瑞拉的雷切斯总统？男人精神崩溃，死命摇头。为了搞清真相，找到狙击手，杰克决定和老黑合作，留在当地调查油轮集装箱的事情。但 CIA 高层却表示，这件事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委内瑞拉政府所为，总部没办法给杰克提供任何支持，只能靠他自己去调查搜集证据。老黑查到货轮在佛罗里达停靠，杰克独自一人来到港口调查。他从海关人员的车内顺走一套装备，趁着水手不注意，悄悄钻进货轮客舱，来到发动机检修室，打算查看最近的行程表，却被一个光头发现。他谎称自己是咖啡公司的员工，却被光头堵住了去路。关键时刻，他的老相识突然出现解围，大骂他走错了油轮。两人想要趁机逃走，但光头可没有那么好忽悠，直接掏出武器对准两人。只见女人丝毫不慌，一套小连招卸掉他的武器，还打得光头昏迷不醒。杰克跟着他顺利逃出货轮。女人娴熟的身手让他倍感好奇，原来大美是退役的德国特种兵，现在是一名独立侦探。这次搜查是因为他的客户在油轮上失踪，他知道杰克 CIA 的身份，想要和杰克一起合作调查。因为资料显示商人可能已经被总统雷切斯带走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他拿出 U 盘情报共享。U 盘里的内容是对穆萨将军的监听音频，他是总统的得力部下，此时正和妻子抱怨雷切斯太过激进，又得罪了美国大使，很难赢得新一轮的总统竞选。杰克立刻将录音上交总部，认为这就是总统杀害老白的证据。可上司并不信任一个外国特工。就在杰克陷入僵局时，雷切斯已经得知安保队长投诚美国，于是派出特种小队解决藏在丛林中的一个恐怖组织，并活捉两人，打算当替罪羊。特工威胁两人签署认罪书，而真正的狙击手还隐藏在深处。第二天，雷切斯就邀请美国大使进行会谈，拿出认罪书算是勉强给个交代，敷衍的态度直接惹怒杰克。他准备从委内瑞拉政府内部做文章，先是抓住总统府的头号保镖，给他听了将军抱怨雷切斯，说自己才适合当总统的录音，并同意保镖将录音复制一份，只要他把录音交给雷切斯，那总统和将军的联盟就会瓦解。没想到雷切斯拿到录音后，并没有大发雷霆，而是平静地让将军找人除掉窃听器。更糟糕的是，唯一见过狙击手的安保队长死在当地 CIA 的厕所中。
侧写师还没有完成狙击手的侧写画像。当晚，大美再次找到杰克，本想套出点情报，却被杰克一语道破真实身份。他根本不是侦探，而是现役的德国特工。失踪的也不是商人，而是他的战友马克。接下来两人该如何应对呢？一支装备顶尖的特种部队乘坐军用飞机抵达委内瑞拉境内，然后乘坐汽艇抵达丛林深处。老黑和杰克已经在目的地等他们。因为委内瑞拉涉嫌私藏核导弹，杰克的上司又不愿意派出增援，老黑只好找退役的老伙计帮忙。出发之前，他特别吩咐，这次侦查只需要找到秘密军火的位置，除非遇到攻击，绝不可以开战。几人趁着夜色摸进丛林，岸边果然堆放着剩余的集装箱，还有不少持枪的恐怖分子巡逻。侦察小队在落地时，无线电设备不小心损坏，几人准备分开行动，用红外线标记彼此位置。汉克留在快艇上作为支援。很快，特种小队深入丛林内部，秘密仓库被一伙武装暴徒控制。杰克并没有发现政府军的标志，只能冒险撬开锁具，进入集装箱寻找证据。谁知里面并没有核弹武器，而是一架装满齿轮的机器。队友劝杰克尽快撤退，可他一意孤行，继续搜查着集装箱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找到装满枪支弹药的库房。刚想拍照取证，就被库管发现。光头一见到杰克，立马认出他就是在港口打晕自己。杰克被他一脚击中要害，倒地不起。幸亏队长约翰及时找到他，拿枪威胁光头，让他在前面带路。几人安全退出暴徒营地。杰克希望从光头嘴里问出幕后老板，没想到光头的骨头非常硬，怎么威胁他都不说话。老黑已经听见营地内传来杂乱的声音，再这样下去，几人迟早暴露。于是当机立断砍下光头的手指，带回去检查 DNA 就能知道他的身份，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幕后黑手。约翰将光头捆成粽子扔在原地，几人原路返回。没等他们坐船离开，暴徒已经找到受伤的光头，一看大哥被人砍了手指，当即派人再从林中地毯式搜查，对方人多势众。老黑带着几人奋力往河边跑去，但熟悉地形的暴徒已经发现他们的行踪。听到枪声的汉克急忙下船接应队友。此时暴徒越追越近，情况紧急。幸好约翰经验丰富，指挥小队互相掩护着撤退，最后勉强逃回汽艇上。出去接应大家的汉克还没回来，此时为了顾全大局，约翰只能带着队员先开船逃走。等汉克回到原地时，却发现船和队友都不见踪影，他只能躲在丛林中找机会离开。回到大使馆的杰克立马开始整理资料。根据他昨晚拍摄的照片显示，那个秘密基地里的东西不是导弹或者卫星，而是一种德国产的采矿机器。但现在采矿并不犯法，为什么要雇佣恐怖分子保护机器呢？并且光头的身份也已经查出，他是伦敦臭名昭著的军火运输犯。昨晚他保护的集装箱里放的是一种制作炸药的特殊原料，而这种炸药和那天袭击车队的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老白的死和这些人脱不开干系。现在想要证明总统就是凶手，只要找到他和这些军火贩子的关系就行。杰克一心想为师傅报仇，当即向上司打报告，请求总部把自己调去伦敦探查情况。可上司却收走全部资料，劝他放弃单打独斗。而另一边的雇佣兵小队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。12岁的孩子用枪瞄准杀人无形的特种兵，黑哥央求孩子不要开枪，双方对峙良久，孩子一枪射偏，黑哥侥幸捡回条小命。就在昨晚，他跟随特种部队秘密潜入委内瑞拉的丛林，发现储存万吨火药的军火库。他们抓来头目大山当人质，却没问出前因后果，结果暴露行踪，让武装暴徒围追堵截。队长约翰只能扔下队员离开，汉克独自躲在树丛里，直到被人发现。孩子熟悉利用地形，从他眼皮子底下逃跑回去报信。约翰只能迅速离开原地，按照和队长的约定，他打算找一处有浓烟的地方，等待同伴的营救。同时，中情局通过卫星找到约翰，老黑立刻告知汉克，小队这才获得具体坐标，停止漫无目的的搜索。此时，小黑已经靠近浓烟，发现这里不是民宅，而是一处守卫森严的恐怖基地，所有屋顶都被杂草掩盖，普通人根本不会发现这里。另一边的杰克带着线索回到伦敦，而害死老白的凶手马克此时就跟在他的身后。男人乔装打扮成功混过海关，他曾经被杰克废了一只眼睛，这次收到线报才跟随仇家回到伦敦。对此毫不知情的杰克跟着大美来到军情五处寻求帮助。他拿到货轮公司总裁的信息，军情五处冻结索恩公司的账户，他同意配合杰克调查，却坚称自己不认识总统雷切斯。雇佣光头运输军火的是一个开采矿产的公司，所有线索都显示整件事情和雷切斯毫无关系。杰克不死心地拿出马克的画像，没想到索恩这次提供有效信息，是他把马克介绍给委内瑞拉的中介公司，而且马克已经完成任务回到伦敦。探长立刻让索恩发消息给马克，约他见面支付上次的佣金，也许这是唯一一次抓住他的机会。马克收到消息同意赴约，军情五处立刻出动所有力量，潜伏在咖啡馆附近。索恩坐在桌前忐忑地等待。几分钟后，马克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咖啡厅内，特工一拥而上将他压倒在地。可仔细一看，那人原来是马克找来的替身。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隐藏在暗处的马克已经将索恩搞定。为了脱身，马克没有过多停留。杰克追到门口后发现
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回到藏身处的马克翻看现场照片，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的挚友大美竟然在杰克身边。线索再次中断的杰克，利用军情五处的信息库查到那颗神秘卫星，他立刻把消息告诉老黑。原来那颗卫星是采矿集团秘密发射的，上面搭载了最新的闪光雷达技术，可以穿透树林甚至岩石泥土，不仅可以获得清晰的地面图像，还能探测地下的矿脉资源。杰克希望老黑帮自己找到这家中介公司。同时，总统雷切斯得知军火基地暴露，而且特种小队在丛林里调查此事，他将卫星电脑交给自己的贴身保镖，希望他通过那颗高精简卫星找到入侵的特种战队并解决掉它。顶级特工究竟有多彪悍？他能在敌人眼皮底下修建武器库，敢扛着火箭筒单挑上百名雇佣兵。原来老黑根据船舶公司查到，雇佣马克的是委内瑞拉的中介公司。他带着杰克前去调查，被中介老板拦在门外。很快两人又被警察带走，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总统雷切斯。杰克的质问直接被他制止，并表示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自己和老白的死有关。杰克反复的试探已经让他非常厌恶，同时他警告老黑，美国中情局的动作他都知道，自己已经准备好应对的手段。首先他让手下利用卫星找到约翰小队的具体位置，保镖立刻带人前往丛林，企图将他们灭口。很快双面正面遭遇开始激烈火拼，保镖小队人多势众，又占据地形优势。约翰只能放弃寻找汉克，带着人边打边撤。可无论他走哪条路线，都会被人堵截。原来此时保镖正利用卫星定位，在高处指挥人手。听到枪声的汉克及时发现了他。汉克抄起电脑从背后偷袭，3两下就把男人打下山崖，还顺手解决几个敌人。在他的火力压制下，约翰终于带人冲上山坡和队友会合。看着汉克安然无恙，他们终于松了口气。约翰看着装有卫星定位系统的电脑，认为这东西可能非常重要，所以他决定掩护队友先走，他自己拖住后面的追兵，其他人才能安全撤出雨林。他把电脑交给汉克，自己开枪引走敌人，故意将身后追兵引到峡谷内，然后躲在视线死角，拿随身携带的手雷制作出简易炸弹。听到敌人被炸得4分5裂后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爆炸声让汉克分外焦急，他想要赶回去帮助队长。小队准则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其余成员也纷纷跟在他身后。可爆炸声让约翰的位置暴露，此时他已经陷入敌人的包围，纵使他经验丰富，还是无法抵挡数百人的进攻。约翰拿着枪奋力抵抗，冲锋枪没用了就用手枪，手枪没用了就用匕首，仅凭一个人解决10几个敌人。可他没有主角光环，最终被子弹贯穿胸口。等汉克带人赶到时，他已经倒在血泊中。队员亲眼看着他闭上眼睛，这个从无败绩的特种兵还是死在异国他乡。汉克没有冲动贸然过去，现在开枪无异于送死。小队只能悄无声息地看着队长的尸体被带走。总统的第一步就让老黑失去好友，接着他发表电视演讲，控诉美国支持对手，干预委内瑞拉的国民选举。美国控制狂的名号早就深入民心，城内民众直接包围大使馆，发泄着心中的不满。老黑和杰克被困在馆内，毫无应对方案，可情况还在继续恶化。雷切斯又让新闻台放出一张照片，上面是老黑和罗莉的亲切握手。他说罗莉是美国的傀儡，还希望所有美国人离开这里。最后他放出雨林中的画面，约翰的尸体被他们反复拉扯，老黑等人痛苦不已。可在普通民众看来，分明就是美国派军队秘密进入委内瑞拉，这下操控候选人的罪名彻底坐实。为了获得更多线索，杰克偷偷从现场拿走钥匙，悄悄潜入他的办公室。在黑客好友的帮助下，杰克查到索恩的非法买卖账本，本以为能找到他和南美的交易，却发现最近的一笔打款竟然是去往美国费城。这边的杰克毫无头绪，而大美却在回酒店的路上被马克堵在电梯内。看在两人出生入死的份上，马克没有伤害他，而是让他离杰克远点。但他不知道大美接下德国特工局的任务，要么把他押回德国，要么找机会解决他。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大美将所有信息告诉杰克，两人准备去找马克在伦敦上学的女儿，也许他能提供马克的藏身之地。可两人的一切行踪早就被马克尽收眼底，原来他放走大美就是为了找到杰克。随着两人走进地铁站，马克悄悄地跟了进去。就在两人上车之后，大美发现马克的身影，他抱住杰克深情一吻，然后跳下车打算和马克周旋。眼看着地铁开走，大美朝着站外跑去，他直接夺走路人的汽车，刚准备开车逃离，一颗子弹就穿透挡风玻璃击中他的肩膀。追上来的马克恶狠狠地将他拽出车内，又对着他的脚补了一枪。对于大美不听劝的行为，他非常反感。马克从大美身上找到地铁票，上面的目的地正是女儿的大学。最终他还是没有对大美下死手，只是拿走了她的手机便离开。此时杰克已经找到他的女儿，没等他开口问话，马克打来电话，他提议不要将女儿卷入纷争，同意和杰克在校外见一面。半小时后，两人在教堂持枪对峙，杰克按照约定放走女孩，他只向马克提了一个问题：
雇佣他的幕后黑手是不是雷切斯总统。没想到马克表示自己和总统没有半点联系，雇佣他的老板是个极为神秘的国际惯犯，而且他的任务里也包括解决杰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马克忽然被人解决，原来是大美及时赶到。这一枪让杰克的调查再次陷入迷茫。另一边，委内瑞拉的总统大选即将开始，老黑查到罗莉的丈夫曾经在那片藏有军火基地的丛林中失踪，而罗莉作为雷切斯的主要竞争对手，愿意和老黑合作，希望给美国中情局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她拿出一块矿石，表示自己的丈夫就是找到这个东西后失踪的。老黑将东西带回总部化验，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钽元素，这种元素对重工业至关重要，被称为蓝色黄金。看来雷切斯找到了矿产，不仅将罗莉的丈夫灭口，还联系了国际的开矿组织，发射卫星进行地下勘探。而这项产业价值数千亿，因为罗莉提供了矿石，老黑答应他在选举期间保护他的安全。罗莉顺利演讲谴责雷切斯贩卖国家资源，支持他的选民大幅增加。局势的逆转让巴尔将军动摇了立场。此前大美的录音已经让雷切斯对自己产生怀疑，他深知总统的手段残忍，为了保命，他不得不向 CIA 寻求帮助，条件是他向世界公布雷切斯的所有罪恶，然后就可以去美国安度晚年。将军不断纠结，没能做出抉择。另一边，没能查到真相的杰克只能返回委内瑞拉，可等着他的将会是更残酷的现实。自从他们将特工的尸体全球直播，杰克和老黑都想杀回丛林救回剩余队员。地中海上司这次没有废话，而是带着两人从地道进入秘密武器库。在准备好现金和武器后，上司的线人准备了2台车在车库里，三人打算藏在后备箱中离开被包围的大使馆。行动之前，杰克悄悄叮嘱司机，让他把老黑送去机场，他有心脏病需要回美国治疗。于是三人在这里分头行动，不料老黑的司机早就被总统收买，直接把老黑送到总统手中。总统想问出他们知道多少，老黑却誓死不说，结果被保镖几拳打得心脏病发昏死过去。而顺利抵达安全屋的杰克和上司正在一通分析，发现失踪多时的参政部长可能是证明总统罪证的关键。这时回到美国的大使打来电话，说他根本没看到老黑踪影。上司立刻意识到线人叛变，老黑恐怕被总统带走，两人的安全屋也已经暴露。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政府军已经来到门口，重机枪吞吐着火石头，根本没打算给两人留半点活路。气得上司扛起一架 RPG， 一发炮弹炸毁装甲车，两人趁着夜色甩开敌军追击。为了除掉后患，上司人狠话不多的解决叛徒，但他知道如今想要救出老黑，仅凭他们两人远远不够。于是杰克和上司兵分两路，上司回总部求援，而杰克则秘密前往雨林，找到之前留在那里的特战小队。约翰的死已经点燃几人的复仇火焰，他们发誓要摆平政府军基地，可杰克当晚却背着钞票来到光头的军火兵团，光头被他们活活剪断手指。看见杰克恨不得撕了他，可杰克却淡定地表示，雇佣兵头目索恩已经阵亡，光头现在帮总统看守设备，根本拿不到钱，就是白干活。但他愿意出双倍的价钱，只要光头愿意跟着自己。雇佣兵一向是价高者得，光头当场反水换了老板。当晚杰克带着特种小队和光头的人马来到政府军基地，里面灯火通明，却空无一人。小队迅速冲入里面，突然基地内部出现枪声，难道杰克他们中了埋伏？杰克警惕地让人上前查看，这才发现政府军都聚集在后面看热闹。他们从牢房内拉出一些犯人，这些人都是知道总统秘密的要员。现在总统揭发美国操纵选举，顺利赢得选民的支持，他以为大局已定，要把这些隐患统统处决。关键时刻，杰克带头出警，拿着步枪一通扫射，政府军被打得措手不及。众人很快接管里面的士兵，杰克焦急地四处寻找老黑，可幸存的人质里没有。他又跳下深坑四处扒拉，最终只找到约翰的尸体。就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候，人群中却突然走出个老熟人，就是那个失踪的财政部长。他告诉杰克，老黑已经被总统的保镖接走。此时老黑正被人押回总统府，巴尔将军意外发现了他认为直接和美国高层对峙不是明智的选择。总统打算拿老黑当最后的底牌，向世界证明美国确实干预选举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正在发生。中情局的直升机降落在委内瑞拉的丛林深处，上司带回中情局的救援。虽然他反复警告杰克不能正大光明地攻击总统府，但可以为了营救老黑做出人道主义行动。这种大国话术杰克自然明白，这一次他要彻底打击总统的残暴，不仅要为约翰复仇，还要成功把老黑救出来。杰克先是把政府军的秘密监狱、毫无人性的人坑拍摄下来，发送给全球权威媒体，让人们看看总统的真实面目。接着他带着仅剩的3名特种兵和杰克一起乘坐直升机，他们打算空降总统府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战友。而总统府这边，雷切斯干脆利落地解决巴尔将军，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已经让他陷入疯魔。第二天就是总统选举的最后时刻，雷切斯对最后的成功势在必得。看着选票一张张落入选箱，罗莉知道自己的胜算非常小，但很快事情就峰回路转。全球媒体几乎同时间爆出委内瑞拉总统的丑闻，雷切斯彻底傻眼，他疯狂地切换着电视台，
眼看着自己的支持率一路下跌，无能狂怒的雷切斯只能让手下强制中断投票，还单方面宣布雷切斯已经赢得2/3的选票，成功连任总统。这种行为让人民沸腾，他们愤怒地包围总统府，强烈要求总统下课。门外的手下渐渐挡不住汹涌的人群，而天上出现的直升机将是摧毁雷切斯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杰克带领中情局小队从天而降，1分钟就解决顶楼的保镖，5人相互配合，从大楼顶部向下渗透，里面的安保毫无察觉，很快被杰克等人逐层收拾干净。这时老黑也通过假死成功击杀监视自己的看守，又躲在暗处抢下另外2人的手枪，击毙保镖后，他又将看守关到笼子里，自己从地牢里逃了出去。而此时5人小队来到了1楼大厅，这里聚集着各界名流，都准备庆祝雷切斯的连任。杰克等人的出现让总统府乱成一团，可此时府内的兵力都在外边抵抗暴乱，加上几人配合密切武器精良，竟然丝毫不落下风。但当地的政府军已经赶到，猛烈的炮火中，一名队友被击中，上司当机立断撤出大厅，不要正面对抗，让人将伤员带回直升机。他和杰克继续搜索地牢，没想到在半路碰到逃出来的老黑。上司认为这次任务已经完成，可杰克却悄悄脱离队伍，他一定要找到雷切斯，让他付出代价。一颗手雷解决门口的守卫，杰克冲进办公室，敌人见面分外眼红，2人疯狂打在一起。杰克想起老白的死，立刻热血上头，想要亲自处理掉雷切斯。突然上司冲了回来，他命令杰克放开雷切斯。杰克此时已经失去理智，他用枪顶着雷切斯不肯放手，但上司却说雷切斯活着才是最大的惩罚。这时愤怒的民众冲破围栏，对着总统府肆意毁坏，而罗莉则获得70%的选票。雷切斯的权力梦想化为泡影。杰克回到伦敦，通过大美拿到索恩的手机，这才发现雇佣马克的幕后黑手竟然是自己曾经的国会上司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杀害老白的凶手被 FBI 抓捕归案，所有混乱也就此落下帷幕。